各位高階主管，今天我們不談理論，我們要直接面對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半導體地緣政治的結構性轉變。那麼這份簡報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為各位解析這個轉變。更重要的是，提供各位可以馬上帶回董事會討論的具體風險緩解策略。好，我們就直接切入重點。好，第一個問題，我想直接問在座的各位，西頓這個概念大家都很熟悉吧？沒錯，過去幾十年，我們都把它當成一個核心假設。也就是說，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的，可以說是絕對的關鍵地位。這就好像為我們的供應鏈提供了一層看不見但非常堅實的安全保障。但今天我們必須非常嚴肅地問自己，這個假設還成立嗎？因為我要告訴各位，保護這面盾牌的底層戰略邏輯，它正在從根本上被侵蝕。2500億美元呢？各位，熒幕上這個數字，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預算，也不是什麼開發計劃。這個數字是近期美台雙邊貿易協議中一個非常關鍵的承諾。請記住，這絕對不只是一筆投資，它是一個信號，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代表着整個戰略方向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所以，我們必須看透這筆錢背後的真正戰略意圖。這不是單純的補助或投資，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系統的要把產能跟技術整個搬到美國本土的行動。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最終目標是什麼？就是在美國本土複製出一個完整的、先進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不再需要依賴台灣的半導體生態系。那麼，當這個目標一旦達成，大家想想，衰頓原本的下阻力是不是自然就會被大幅稀釋了？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看一下，到底是哪3股核心的地緣政治力量正在重塑整個全球半導體的版圖。而且我要強調這些都不是什麼未來的趨勢預測，而是已經在發生的現實，並且會直接衝擊到各位的採購策略跟風險模型。第一個，我們來談談 Pax Silicon， 或者有人稱之為晶片和平聯盟。大家千萬不要把它想象成一個什麼喝喝咖啡、開會的鬆散論壇。不，完全不是。你應該把它理解成一個半導體的北約。這是一個非常正式的技術集團，它的目標很清楚，在美國的主導下，在這些所謂可信任的盟友之間，打造一條從頭到尾，從設計、製造到封裝都安全可控的供應鏈。這就意味着，它會非常清晰地劃分出誰是圈內人，誰又是圈外人。第二點是法律工具的改變。這點可能有點技術性，但對各位的風險模型至關重要。最近，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其實是限制了總統透過所謂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也就是 IMEEPA 來隨意加徵關稅的權利。但這是不是代表貿易保護主義要結束了？恰恰相反，白宮現在只是換了個工具箱，他們轉而使用貿易法裡面的第301條和第232條。這對我們企業來說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未來的貿易壁壘會更正式、更有程序，而且一旦實施下去，就很難在短期內被推翻。所以各位的風險模型裡面必須把這種政策的持久性給算進去。第三個現實就是全球供應鏈的大分流啊！你看，面對美國搞的這個可信任生產網絡，中國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啊！他們正非常積極地在建構自己的平行體系，我們稱之為南方供應鏈。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全球的科技供應鏈正在活生生地分裂成2條獨立運作、互不相通的軌道。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未來可能會發生，這是現在進行時。各位面臨選邊站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有一段分析，我覺得總結得非常精準，正好可以為我們剛才談的做個注腳。他們說，價值6000億美元的半導體市場，它結構性的地緣政治斷層線正在被重新劃定。各位，請注意"重新劃定"這個詞，這不是什麼市場的短期波動，這是一場板塊移動等級的根本性的結構重組。好，分析了這麼多風險，目的當然是為了要制定對策。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談談，面對這樣的變局，各位可以採取的3個清晰而且可以馬上執行的戰略。好，這3項策略就是各位應对新局面的核心行動方案。首先，第一步是描繪您的依賴路徑圖。这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你必須徹徹底底的盤點一次，從最前端的製造到最後端的封裝，你的供應鏈到底有多依賴單一地區，尤其是台灣。
每一個單點故障都要找出來。第二步，實施雙元採購。這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現在必須要刻意的去執行。就算短期內成本可能會高一點，你也要非常積極的在美國主導的可信任生產網絡和中國的南方供應鏈這兩個體系裡面都去培養供應商關係。記住，這不是在增加成本，你是在為未來的供應中斷買一份必要的保險。最後第三步，重新評估合作夥伴。你必須跟你現在的合作夥伴坐下來進行一次深度的戰略對話，評估一下他們的地緣政治韌性到底夠不夠，他們有沒有能力在未來這個日益分化的供應鏈裡面進行跨區運營。好的，在我們剛才談的所有變數裡面，有一個風險的急迫性最高，需要各位今天回去就馬上開始關注，那就是中國可能採取的報復性出口管制。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表，你看，不管是鎵還是鍺，這兩種製造先進晶片絕對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料，中國的產量都控制了全球超過60%。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中國手上握有一張王牌哦。任何時候，只要他們對這兩種材料實施出口管制，都會立刻直接的衝擊全球的製造成本。這很可能會成為美中科技戰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那問題來了，您的供應鏈對這個風險有如何準備嗎？好，為了讓大家能夠把今天談的內容轉化成具體的行動，我們準備了一份評估清單。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實用的工具，馬上帶回公司，跟你的團隊、跟董事會一起來討論。請各位看着這些問題，然後在心裡誠實的回答。第一，你目前在台灣的供應商集中度到底有多高？50%還是更高？第二，如果明天美國突然宣布基於301條款對你的產品課徵高額關稅，你的定價模型撐得住嗎？第三，你公司的物料清單，也就是 BOM 表裡面有多少是對鎵或鍺這種原料有曝險的？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再來，你的2級、3級供應商，他們符不符合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可信任生產網絡的資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明天一覺醒來，全球供應鏈真的徹底一分為二，你的應急計劃在哪裡？各位，我想結論已經非常清楚了。細盾的侵蝕，它不是一個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它就是我們眼前的現實。它正在徹底改寫我們過去30年來賴以生存的供應鏈遊戲規則。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我們需要持續觀察的趨勢了，這是一個需要立即行動的現實。請記住，你的競爭對手，他們已經在適應、在布局了。那麼現在真正的問題只剩下一個，你的董事會反應速度能有多快？今天的簡報就到這裡。